事情最开始是在6月23号，当天英军妄图效仿美军，想在俄罗斯家门口玩一手自由航行，结果恰好被俄罗斯一艘护卫舰撞见。而让英国人没想到的是，俄军这艘护卫舰在通告了一次国际海上对话辞令后，直接向英国海军军舰开火。随后赶来支援的俄军苏 24M、苏 30SM 战机先后砸下近1吨的炸弹，好好的陪英国人在黑海海域玩了一次自由航行，吓得英军落荒而逃。有意思的是，为了维护自己大英帝国的尊严，英国官方还狡辩这是俄罗斯在军事演习，英国军舰误入区域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果断放出双方友好互动的视频画面，直接把英国人的遮羞布给撕得粉碎。就在外界嘲笑英国为了面子强行撒谎之际，俄罗斯的后续操作让西方又一次领略到了俄式外交风格。在6月24号，英国媒体路透社报道称，在经历完黑海的尴尬遭遇之后，英国唐宁街方面依旧没有承认是自己的军舰侵犯了俄罗斯海域，当时自己是在乌克兰的水域。面对英国的辩解，俄罗斯外交部没有丝毫留情，直接向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如果英国尊重国际法，那么俄罗斯只会用常规手段，但如果英国不想那么做，那么下次见到就直接炸船。如此强硬的口吻和威胁，也让外界普遍调侃俄罗斯这波操作是杀人还要诛心，把大英帝国的脸面丢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更要命的是，英国人还不敢放什么狠话，套用英国传统防卫媒体卫报的评论文章内容，有英国国防部高层透露，当时英国军方完全没有想到俄罗斯人会这么干，只是把自己在黑海的自由航行当做一次例行行动。有观察人士指出，俄罗斯境内一些动乱和反对派长期受到英国支持，在今年5月份，俄罗斯境内多个城市爆发暴力游行示威，反对克里姆林宫扣押反对派领导人一事，后来经曝光就是英国军情局和英媒 BBC 联手导演的，因此这一次被俄罗斯抓住机会，自然是要好好的给英国人上一课，现在已经不是200年前了。中澳关系恶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近些年来，澳大利亚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利益，跟着美国干着一边吃中国饭一边砸中国锅的勾当。中方在规则内正当反击，莫里森政府却恬不知耻地将中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终于反击。近日，英国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宣布，澳大利亚就中国对澳葡萄酒出口征收反倾销税向 WTO 提出申诉，这是澳大利亚6个月来第2次就中澳贸易争端向 WTO 提出申诉。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要强调的是，中方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一贯按规则办事。不知道莫里森政府哪来这么大脸起诉中国破坏规则，建议拿个镜子先照照自己。澳大利亚奉美国的旨意，在毫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封锁中国华为公司的产品，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贸易不对等和贸易歧视的恶劣行为吗？而且澳大利亚撕毁了一带一路协议，还打算直接撕毁达港协议，随意撕毁各州对外签署的贸易合作项目，阻止中国企业竞标各州项目等，这就是你们的契约精神吗？玩得过就契约精神，玩不过就掀桌契约。西方所谓的规则本质上就是为其服务的规则。随后被激怒的中国又开始正式反击了。24号，中国就澳大利亚对自中国进口铁道轮毂、风塔、不锈钢水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在 WTO 提出诉讼，这可是加倍反击，而且有理有据，遵守规则。当天，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回应称，澳大利亚将坚决捍卫自己已实施的措施。随后他又怂了，表示希望中国统一在部长级别进行讨论，进行有建设性的接触。澳大利亚佩恩在起诉中国时也表示，希望双方能解决争端，和中国就相关问题进行双边讨论。分析称，至少在近1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各部长给中国打电话都遭到了拒绝，而澳大利亚将中国起诉到 WTO， 似乎就是为了逼迫中国展开对话。但是这种傲慢无礼的方式，你以为中国会接受？只能是自讨苦吃，被中国再打一棒。而且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人认识到中国的反击越来越狠，不留情面，甚至想到了最坏的情况。独立澳大利亚曾刊文称，澳大利亚知道和中国发生战争的后果吗？中国的导弹能覆盖澳大利亚本土，中国的舰队也能够抵达澳大利亚海岸。前不久，中国和印尼联合演习就引发澳媒担忧，认为这是在针对澳大利亚。然而澳反华鹰派仍然竭力把局势往极端发展，几乎没人知道和中国战争有多可怕。
加勒万河谷冲突已经1周年了，还邮寄当时牺牲的4位优秀官兵的音容笑貌，甚至前段时间听闻英雄团长露面的消息，依然还是热泪盈眶。而在惦念他们的时候，再次传来印度在边境增兵5万的消息。近日，美国彭博社突然爆料，印度如今再次在中印边境增派了5万士兵，因为莫迪一直在寻求和巴基斯坦缓解关系，并将主要精力全部放在针对中国上，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印度军队和战斗机中队已经陆续部署在了中印边境的3个不同地区。就最近的统计来说，目前印度在边境大约有20万驻军，相比去年增加至少40%以上。这件事目前来源并不可靠，完全是美国媒体一手打造的匿名消息人士。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美媒报道这件事的当天，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就到了中印边境的关键地区，进行了为期3天的巡视。而且在前几天，印度一位专家就在印度教徒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这位专家就提到了为何印度还想继续挑起中印边境问题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将会让中印注定无法和平，因为印度拥有极大的野心。也就是说，不管印度是不是在边境增兵，印度这边注定是不会老实的。所以这次印度官方虽然没有正式回应，但是笔者依然想说的是，印度这就是没被打疼，必须再狠狠地打痛了，才会知道中国不好惹。值得一提的是，报道还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因为这代表了印度将会采取进攻的军事姿态来针对中国，并且可能在必要时候直接攻占中国领土。攻占中国领土，美国怕是看不清双方实力的吧？而且就军事实力，印度难道就打算拿从外国买的那几件武器和中国对阵吗？这怕不是一个笑话。就不说印度现在国内本就有着非常严重的新冠肺炎，更有新衍生的德尔塔病毒肆意传播，在这个时候，印度不思做好防疫工作，守护民众生命安全，军事实力印度就更跟不上中国。要知道，早就有专家对此表示，即便印度在边境进行战略调整和军队调动，但是印度仍然和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对等。另外，美国在边上煽风点火，想挑拨中印关系也是跑不了的。所以，不管这件事印度做没做，美国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针对印度的动作，中国自然是要好好回击。比如，让印度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有来无回。解放军官兵牺牲换来的和平，中国必然不会放任某些人不当回事的破坏。自从美国开始拉拢盟友针对中国之后，韩国就一直不动如山，屡次强调自己的中立立场，既不想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毕竟韩国自己也强调了，韩国经济是非常依赖中国的，得罪中国的后果韩国难以承受。不过最近韩国却突然态度发生了转变。据韩联社28号消息，韩国海军将会在下个月中旬参加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活动，并且还强调了这是韩国首次参加美澳联合军演。这让人不由得想到，韩国参加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什么？难道韩国已经被美国拉拢过去了吗？联合军演代表了什么？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所以这次韩国态度确实值得怀疑，特别是这次韩国军方和媒体都对这事进行了说明和报道，但是两种说法却颇为微妙。韩国军方的说法是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而韩媒的报道却明确表示这是演习，牵制中国军事力量的膨胀。这其中究竟是什么意思？作为韩国最大的通讯社，韩联社的言行又是否和韩国官方有所联系？这其中可就有点意思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上次访问美国的时候，和美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已经有一点苗头了。其中韩国就明确表态，美韩反对一切破坏、颠覆或者威胁国际秩序的活动，并且致力于维护一个包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另外也明确提到，将会维护在南海以及其他海域的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拥有绝对的主权。韩国和美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很明显已经触及到了中国底线。不过当时韩国在发表了这份声明之后，没有针对中国有任何明确的行动，所以咱们还不能确定韩国就一定和美国联合起来了。而韩国当初的立场还是非常坚定了两不相帮。但是如今算上这次韩国海军首次和美澳进行联合军演的事，韩国的立场很可能已经改变了。就韩国这2次和美国的互动来说，韩国如果不是被美国的利益所诱导了，就是被自家媒体给坑了。当然不管韩国这回究竟是什么目的，中国对此必须要提高警惕，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不妨给予严厉的反击。不然有些人总是以为自己特别聪明。最后当年韩国因为立场不坚被全中国抵制的教训，也希望韩国能牢记在心，毕竟对中国来说可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希望韩国还是要像赵立坚之前所说的，对台湾问题谨言慎行，不要随意玩火，不然当年的教训很有可能再来一遍。